有一个地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闯，找到信任加上陪伴。沿途也许会有挫折，有失落，有迷茫。假使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能够取暖。 警察先生，不要抓我！不要抓我！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爸，你为什么做这种事？儿子，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毁你小琴呐。我没有你这样的老爸。放开我！放开我！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不！你鬼叫什么？我干嘛会睡在客厅啊？哦，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哦。我刚才做梦我梦到被警察抓了，看来这是个不祥的预兆了。谁叫你单独约人家来家里吃饭？你还敢说？整天不见踪影，想找你都难了。那我一时心急才单独约小琴出来，希望她可以帮我和老叔解释一下。怎么想到会闹到现在这样了？安啦，他应该是被我们两个拒绝，一时接受不了，才说要告你的。万一，我只是说万一啦。要是他们真的告我性骚扰还有诈骗案，那我会不会是真的去坐牢了 ？OK，stop，等警察真的上门了才说 OK， 不要一直自己吓自己。我和老叔几十年的交情了，还是第一次看他发那么大的脾气，说不定他真的会告我了。还有那个小琴啊。 怪怪的，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了。我在和你说认真的，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一直看手机，你到底在忙什么啦？哎呀，沈宝佑他一直不回我简讯，打电话也不接。沈宝佑什么事他带他老爸出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人家只是出个国，你干嘛那么紧张啦？ 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啊！这几天我都快憋死了，我快要爆炸了。OK， 你在头脑里面整天只有那个沈宝佑啦，那老爸的死活你是不管了是不是啦？你死不了的，不要小题大做。拜拜。Good morning, number one 哇，一大早见鬼了！今天怎么那么早？嘿嘿，哎，这2天我没来上班，是不是把你搞得很忙啊？嘿嘿，不好意思啊。嘿嘿，这2天你没来公司吗？我有没有来公司你都不知道啊？我真的这么没有存在感吗？我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哪有时间注意你啊？嘿，哎，你知道吗？我这2天也很忙哎，我在忙着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是哦，说来听听。我想要走长远的路，就要锻炼好身体，所以。 我跑步、爬山、游泳、骑脚踏车。阿健呐，出来吃早餐喽！阿健呐，你还没睡醒啊？吃午餐啦！快给我出来啊！阿健呐，阿健，你在里面干嘛？吃晚餐啦！这几天我感觉自己充满着正能量，也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所以突然灵感源源不绝。 我还创作了很多脱口秀的剧本，把这个老古董移掉，马上移掉哦！哎，不准动，全部不准动。马克，没有动啊，移而已。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也在思考人生的道理，非常专心一致，就好像闭关修炼一样。我以后不会再过没有目标的生活，我已经制定好奋斗的方向，其中一项就是要打理好这家公司，大展拳脚。你会这样做的话，我就是扁掉的凤梨酥。 嘿嘿，恭喜你成为扁掉的凤梨酥了！因为我已经找到3个 project。等一下，你到底是谁？废话，我当然是你的老板郝建。我的 boss 根本不会主动去找生意的。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我的 boss？ 好，我明白，我了解。以前的我的确有点不负责任，所以才下定决心要改变啊。总之呢，昨天的郝建已经死了，今天的郝建复活了。你肯定是吃错药，还是受了什么刺激？郝建，郝建，你憋了这么久，一定很辛苦吧？你这样憋着，只会让自己更难受，所以应该是时候起来了。让我再躺一下吧，不必担心，我没事。你要躺到什么时候？明天吧。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段脱口秀，你想看吗？我今天会在 pub 那边等你，你想看就过来吧。今天我要跟我的好朋友说一个故事。有一只小猪，它很懒惰，常常惹家人生气。小猪的妈妈终于受不了了，把它赶出家门。没想到小猪变本加厉，变得更懒惰、更颓废。小猪没钱吃饭，它实在太饿了。它来到一家餐馆外。看到餐馆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明天吃饭不用钱”。小猪开心极了，他决定明天再来。第二天，小猪去了那家餐馆。他问老板：“今天吃饭不用钱是吗？”老板说：“你看清楚，是明天吃饭不用钱。”小猪傻眼了。我保证，我爸和那个阿杰是没有串通的。他最大的错就是做了一个烂好人，介绍了一个烂人给你认识罢了。是哦，我们认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会骗你呢？证据呢？你们说我就相信哦。证据在哪里？这样吧。我们的装修公司会接手，把有问题的地方都帮你修好，而且不收费，这样你 OK 吗？真的不收费？是，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钱也是我出，可以了吧？是哦，害你损失了那么多钱哦，这个就当这是补偿了，也证明我和阿健真的是没有串通的啦。早知道我就不找你帮忙了啦！你看，搞到现在伤了和气，多不划算。哎呦，损失钱财是小事了，但是损失一个朋友我才是最痛心的了。你千万不要跟我绝交了，要不然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好，装修的事就算了，可是我们家小琴受了委屈，我不可以当作没有事发生哦。龙叔，你真的觉得我爸会做出这种事我们家小琴长得也不差哦。我是男人，我也知道男人有时候经不起诱惑，可是你都可以当他爸爸了。哎呦，老叔你说到哪里去了？真的没有对小琴做过什么啦。这样子好了啦，你呢，去跟小琴道个歉，我帮你求情。我爸根本就没有非礼小琴，道什么歉？哎，好啦，你就少说两句啦。老叔你去安排吧，我去道歉了。见鬼了，你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道歉啊？要告就去告好了，不要以为只有他们可以告我们，我们也可以反告他们捏造事实。哎，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们家小琴撒谎哦？什么意思是不是撒谎？你去问他最清楚。你要去哪里啊？我约了客户见面。
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去应酬也不带上我，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开始拉远了。你是不是对我厌倦了？行动证明一切。Love you。其实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我在想，那个房子就算了，我想跟任平离婚。反正我们是不会复合的，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离婚吗？知道，我只是觉得离婚比较干脆，不然在名义上我还是别人的太太，我觉得不舒服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做会比较开心的话，那就离吧。真的，不反对。我没问题，就定下来吧。哦，你朋友真的不需要亲自来确认吗？不需要，他很信任我，圈圈交给我决定。那 OK， Jimmy， 我们再约一个时间签约吧。OK。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Hello。哎，好啊，可以，我在这里等你。拜。不好意思啊，我朋友现在过来，可不可以等一等？不好意思，我已经约了人了。没关系，你先去忙吧，这里交给我就行了。不太好吧？他只是过来看看罢了，放心吧。如果他反悔，我负责，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可以 close deal。OK？ 那 OK。Jimmy，thanks。Jimmy， 麻烦你待会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OK， 没问题。昨天 ，Lucas 带我去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吃饭，还送了这个蓝宝石戒指给我。可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会带你出去吃饭，还送东西给你，是好事啊。你就不要想太多，弄得自己不开心了。如果 Lucas 真的出轨了，他还这么认真的跟我说他爱我，那真的太可怕了。难道他一点都不内疚，不心虚吗？你在看什么？磊儿，你认识他？啊？不认识。你刚才叫他雷耶？是这样的，她是我以前的媳妇儿。不过最近跟我儿子在闹离婚，可是又没完全离婚。我觉得他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不可能啦，我都很久没看到他了，你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郝建，你的媳妇雷亚就是卢克斯出轨的对象，对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刚才戴的那对耳环，设计跟我的戒指是一样的。不会吧？你会不会看错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Lucas 他送错了一束玫瑰花给我，那是一束白色玫瑰，而刚才雷尔拿的也是一束白色玫瑰。那可能是他自己买的呢。所谓无巧不成书啊，这世上有很多巧合的事的。郝建，你不要再骗我了。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Lucas 跟你媳妇的关系？雨柔啊，真的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只是因为雷耶是我的媳妇，我真的很难跟你说。我怕你知道之后会生我的气，所以就一直不敢跟你说。对不起啊。你放心吧，我不会怪你的。我先走了。笑什么？哦，没有啦。我看你今天的旗袍很不一样嘞，感觉上很像百花齐放，人比花娇啊。无事献殷勤，一定有古怪。干什么？是这样的啦，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啦他最近遇上那些官司了有点麻烦啦所以叫我来请教一下你这位大律师啦。这样啊，那要麻烦你朋友来跟我预约，告诉我详细的情况，我才可以帮到他。我看不用那么麻烦啦，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你会答得到的。说啊。是这样的啦，我朋友的朋友被人家误会他非礼了，可能还要告他了。可是事实是这根本就是误会一场了。那男方跟女方是不是单独在案发现场？是哦。其实当时男方只是想帮女方抹掉他大腿上的乳汁啦，可是不小心就碰到他的大腿。那就糟了，因为当时呢没有第三者作证，在法庭上呢，法官多半会同情女方，对男方很不利。真的告得轻那怎么办啊？那如果被判罪会很严重吗？这种案例呢，通常会被判8到10年，或者罚款，又或者两者兼施。哇，会不会打鞭啊？难说，3、4鞭难免。这样都要3、4鞭不过如果男方超过50岁的话，就不会被打鞭。你跟你这位朋友的朋友关系很好这么担心啊？是哦。那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叫他准备好身后事了南美，你真的把他吓到脸都变青了。你爸要是没做过，他是不会有罪的。快点去安慰他吧，我担心他会想不开。找我什么事？你一直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不配当你的理想对象。现在恭喜你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码头。只可惜，这码头靠的不只是你这一艘船。你要说什么直接一点。
都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几艘船。谁知道这张照片是不是真的？你到底想怎样？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所以啊，特地叫你来看一看。你呢？还不懂哎？他是谁？你先回去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还不够了解我。我要的，并不是彼此占有。你已经让我开始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是不是因为我说我要离婚，你不开心？我要的，只是简单的互相陪伴而已。我明白，我明白。你不要我离婚，我就不离。我以后不会提这件事了。对不起，我知道我给你这么多压力，我保证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你让开我好吗？傻瓜，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别哭，别哭。